很久没有跟各位在这个棚内就是说室内在拍摄来见面了。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聊、探讨一下的，就是这个大疆 Action 运动相机系列里面的一个功能，叫做陀螺仪数据。那这个大疆的陀螺仪数据，并不是独立为在影片的另外一份这个文件，它是写进去这个影片当中的功能。那当然你要开启它的时候，它有所限制，也就是你视角要用在广角，然后 2.7K 的画质或 4K 的画质，然后那个景的比例是要在4:3 16:9是不能用的。然后你的机内的防抖要关闭，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机内的这个陀螺仪的数据写到影片里面去。那当然我们有了这个陀螺仪的数据之后，就必须要有这个后置的这个陀螺仪处理陀螺仪的这种防抖软体来使用。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也是一款免费的这个陀螺仪的处理的软体叫做 Gyro Flow， 它是一款免费的开源的那因为这个业界大家都时常用这一款这个免费的软体来处理。那随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些处理过的画面当然它有很多功能。那在随后我们会介绍如何使用这一款 Gyro Flow 的软体来处理你的影片那也比较看看到底这个 Gyro Flow 处理的软体之后，这个影片的效果跟原本大疆 Action 系列机内所附赠的这些防抖的功能，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也请各位可以比较看看。接下来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上半部是 4K 4:3广角无防抖的因为它这个是石板路也是砖块路，那会有震动。那左手边是这个 Gyro Flow 的预设防抖，右手边是它的 3D 防抖。那其实两者的防抖效果，其实我觉得是类似，差不了多少那随后我们可以再看到画面，那上半部的是这个大疆 Action 系列的这个相机内的内建的防抖，那下面是那个经过 Gyro Flow 陀螺仪资料所处理的预设防抖以及 3D 防抖。那两者其实比较起来是相差不大，但是 Gyro Flow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裁切的大小以及方法甚至有很多细小的设定是可以调整的。那随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步行的这个画面，那经过处理之后，几乎感觉不出来它 Gyro Flow 的预设防抖以及 3D 防抖它到底是有什么差异。那实际上在使用软体的时候是感觉有一点差异，好像这个 3D 防抖它那个视角会不一样。当然这一段都有两个防抖的都有开启这个水平校正那各位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4:3无防抖的那各位要问的是为什么是原先是4:3？那这个 Gyro Flow 它经过它处理之后这是可能是它一个巧妙之处它把这个4:3裁成是这个16:9，要配合一些算法那实际上这个 3D 防抖可能我觉得啦，那如果有错误请各位指正在底下留言。3D 防抖可能比较适合那些空拍机或者是穿越机等等的设定。那接下来我们来上这个如何使用这个 Gyro Flow 这个软体。首先我们打开 Gyro Flow 这个软体之后然后我们把我们所需要处理的这个软体这不是软体啦，这个影片譬如说看是哪一段我们找其中一段来处理一下譬如说是这一段这已经有了不行。
好，处理这一段，我们抓这个来示范好了。那投递进去之后，各位可以从这个左手边看到这个 Video Information 哦，它这里也可以从这里直接 Open File。好，那个档名的名称啦，然后这个 Camera 啊，相机的名称、型号啊、解析度啦等等啦，帧率啦哈，然后编码啦哈，那色彩的格式、影音的格式啊，最重要的是否有包含哈。Gyro 就是陀螺仪，这里是 Yes 哦。那这个创造仪哪时候录制的？好，再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镜头哦。那镜头这边已经就是 DJI 哦 Osmo Action 4，好，那解析度也有了。那这边也是 DJI 的型号啊。然后这里 Motion Data 哦，动态的资料啊，这边有 File Name 也是这个 MP4 档哦。OK， 那在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大疆它是属于就直接把资料所有陀螺仪的资料直接写到影片里面去，所以看到的是 video 的有，然后镜头的也是直接写进去了，然后这个 motion data 也是直接写进去了。那如果你是那个分开的那些陀螺仪的资料譬如说是 Sony 的相机什么 EV10 啊ZV-E10 啊这些东西，这些相机或者是其他的型号，它就是独立的那这个就不需要再打勾了在大疆系列来讲，这个都不需要再打勾了。好，那我们看右手边，但同步这个部分也不需要因为它内建的都已经有了，那不然的话，你可以把它同步看看，它会提醒你不用再同步了那再来就是 stabilization， 这个是稳定那现在是 3D Plane 3D也就是 3D， 那这个是没有稳定的那这里是 default 那这里有一个 face camera，这个就不晓得是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的型号没有如实。好，那我们看这个 default， 那这个单独都可以调整单独都可以调整的。那这个 lock 的锁定水平它会根据陀螺仪去修正它把你的水平线拉直。好，那下面这边就有一个这边可以切换是原本4:3或者是稳定完之后平顺完之后的16:9。好，那这边我们就首先你可以播放看看跑来跑去移来移去OK， 那我们把它打开就可以看到马上就稳定了好，那各位要问的就是说这一段有1分多钟，那我知道其中我们先来就是裁剪。那比如说这里开始我们这个时间轴这里开始，我们这边左边画一下这个裁剪的 turn start 那这边移到这个最末端滑鼠变个双箭头之后，左右双箭头都可以推拉拖移的，就看你要裁剪到哪一段好，那就播放，它就会重复播放这些，就是这个区间一直播放。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那到底是 default 好还是 Plane 3D 好？各位可以看到，那 default 两者有一个小角度。那这是我刻意调的那事实上它可以，比如说我们 default 这里分别都可以调到100%，其实也调到你调越大，你裁剪的越多那反而不见得很好。那我们在 lock 水平，它还会再做修正那这就是如你所调整的。好，那通常这个是不用去调整它啦，就直接拉。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所以是进阶的那这是我的调法，那这样就足以保证它最小的裁切，来保证它就可以很平滑平顺，而不再抖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no smooth 的效果，其实它裁切的还是有啦
好，各位可以看到，好，那至于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去稳定它，就看各位的用途啊。那这些各位可以去实验看看。那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汇出的部分哦，使用这个 GPU 哦显卡的编码。但这个因为我的这个 GPU 有一点型号有一点怪怪的，所以它不支援啊，没办法，就直接通用这个 CPU 下去编码。那如果要开始的时候，这边是输出的地方，好，那直接按这个 Export 啊汇出，然后它就会开始动作。那经过我自己电脑配备的关系吧，那大概就30秒，大概都要5-6分钟的编码时间，好，那我觉得还蛮慢的。当然，成品出来的效果是不错的。那因为有时候就看这个场合，就自己如何去决定哦。那事实上，它的效果看起来跟那个大疆内建的效果其实差不了多少啦。但是如果在用这个大疆的那个D-Log 色彩模式的时候的这个在开超稳的防抖的话，有一点说实在的，有一点模糊啦。哦，就是虽然那个内建的画质已经那个机内的内建的画质，这个锐度已经把它调到正2最高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软软的啊。那颜色也稍微趋淡一点啊。那如果说这个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这个D-Log 模式4:3广角的啊，那防抖关掉，再来用这个Gyro Flow 来处理一下，搞不好这个画质会比原本内建的防抖还更清晰一点，好，那这是我自己的感想啊，那希望各位可以帮助到各位啊。对，可是这个就是比较啰嗦的，就是 Gyro Flow 就看个人电脑配备了，我的是处理起来稍微有一点慢。好，那今天就跟各位说到这边，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